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花熊。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亲身经历的事件。因为我曾经就读一家中日合资的私立学校，所以在开学不久后的1个月，学校举办了集训活动。所有新生会去专门的地点集训住宿1周。我们每一个女生宿舍里会住4个人。这件事情发生在集训结束前一天的晚上。我同宿舍姓柯的女同学，在我们晚上回到宿舍休息的时候，和我们其他3个女生说，她昨天晚上梦见了一组电话号码，要不要打回去？一听这件事情，大家纷纷来了兴趣，因为很少人能够梦见电话号码，并且能完整记住的少之又少，所以我们当下就赞同给陌生号码打过去。在等待电话接通前，大家都还是有点小兴奋的，直到电话被接通，对方是一个成年女性的声音，她的声音中透露着一些颤抖，甚至半吼出了这句话：你为什么要现在打电话？因为电话开着免提，我们所有人都面面相觑，认为我们做错事情了，想立刻道歉。可是对不起这3个字我们还没有说完整，就被对方挂断了电话。我们几个人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不要随便给陌生人打电话。没有小说的剧情，现实中就是会被骂，我们就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情了。第2天集训结束，大家就回家了。周一上学的时候，科告诉我们，他回家后不小心按错电话，又打回给这位女士了。没想到的是一个男生接的，男生表示他的姐姐去世了，他姐姐在前天自杀了，自杀的时间正是我们那天晚上打电话给他姐姐的时候。科很惊讶，自杀之前他姐姐留下遗书有写，他的内心很孤独，没有人理解他。我们几个人当时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沉默了，因为整件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真的很遗憾。科说，在他的梦里是一个看不见脸的大姐姐，站在一棵漂亮的海棠树下和他说，想和我一起玩的话就打这个电话。如果我们当时再多和大姐姐讲几句话，是否这个悲剧就能被改写呢？我们谁也不知道，毕竟这是一个没有编剧执笔的现实世界。然后我还想和大家分享第2件事，是关于小曼的故事。许多女孩在年少时都曾憧憬过小说情节或韩剧般的浪漫，那时的影视作品喜欢出现男女主因为一场误会而结缘，从而展开命运般的邂逅。但如果这场误会发生在现实中，结果还会是一样美好吗？然而若是人为的刻意事件，在现实生活中将会怎样发展呢？2007年某个炎热的夏日，韩剧《浪漫满屋》正在电视上火热播出。15岁的高一女学生小曼是家长中的乖巧女，老师中的好学生，更是同学们口中的学霸。但她也只是一个普通少女，会看小说、电视剧，憧憬着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。就在一个很平常又无聊的晚上，小曼的翻盖手机闪着提示光，她收到一条来自手机营业厅的短信，显示他成功充值50元话费。2007年的50元对一个学生来讲几乎是一笔巨款了。当时小曼感到又惊又喜，不知道是谁给他充值的话费呢？很快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跟着出现了。你好，我是李在俊，很抱歉打扰你，因为不熟悉中国的情况，刚刚误充了话费。其实我并不是想要回钱，而是觉得这一场就像是命运的安排，能认识你真是太巧了。小曼在看完短信后愣住了，李在俊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像韩剧里的男主角了。对于15岁的少女，正是憧憬恋爱和可靠大人的懵懂年纪，所以她立刻就相信了李在俊的话语。这里友情提示，千禧年代充话费不像现在这么便利，多数还要去营业厅找业务员报出自己的号码进行话费充值，所以充错号码也不算罕见。之后小曼回复了李在俊的短信，一来二去，小曼就和他熟络了起来。那个自称李在俊的男人成了小曼每日的期待，之后2人甚至在短信中搞起了暧昧。小曼得知李在俊今年25岁，是一家中韩合资企业的职员，因工作调来中国，居然还和他同住在一座城市。小曼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，太梦幻了，
他开始幻想，如果这是一部韩剧，那他们二人的相遇必定是一场浪漫的邂逅。那时候还没有普及视频电话，顶多是两个人互相发照片，可能按照现代人的眼光，这就算是杀猪盘的一个环节了吧。总之，李在俊足足比小曼大了10岁，这种情节在少女漫画中几乎都是要 BE 收场的呀，更不要说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了。毕竟漫画中的情节都是浪漫的，但现实却是完全不可控制的，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真正是什么样子的人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小曼和李在俊每天会通话，聊到深夜。小曼渐渐沉溺其中，学习成绩下滑，甚至开始讨厌自己的父母。她抱怨，我爸妈不懂浪漫，他们只会很严厉地管着我。2个月后，这份秘密的浪漫邂逅被小曼的父母所打破，因为他们发现了李在俊的存在。气得小曼父母当下立刻拨通给李在俊，但是对方却回答说，哦，您是他的母亲，哈哈，其实我39岁了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和小曼是真心的。李在俊欺骗了小曼，他不是25岁，也不是什么职场精英，而是一个39岁的无业中年男子。他起初只是无聊，想随便充个话费来一场艳遇，如果捞到同性呢，就当哥们聊聊天，女孩那是更好。没想到让他捞到一个小女孩，也没有想到他会在结局爱上小曼。他对小曼的父母说，年龄不是问题，甚至还想上门提亲。现实中，李在俊足足大了小曼24岁，这年龄都快能当小曼的父亲了。而后小曼得知男子的真实身份后，憧憬破碎，而且人还受了刺激。最后小曼将男子拉黑收场。这位男子其实也不叫什么李在俊啊，他的真名叫做李军，只是因为当时他看到电视上有个很火的韩国组合东方神起，其中一名成员的名字叫金在中，所以取了在字挂到自己的名下，军变成俊的谐音，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李在俊。之后这个男子还用另外的电话骚扰过小曼，甚至威胁她，别以为你拉黑我就找不到你，我知道你住在哪里，你是哪里的学生，我也知道你父母都在家，为了我们2个人的爱情啊，我会不顾一切清除阻挡。但是男子的话语还够不上生命安全的危害，所以派出所拿他也没有办法。有时他还会站在小曼的楼下随意溜达，但帽子叔叔来询问他的时候，他只是说，我就在这里站着，什么也不做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呢？这个男人的行为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安全隐患，他像是一颗定时炸弹，不知道哪一天就爆炸了。说大可大，说小可小，但是对于亲身经历这件事的人，男人的行为是非常恶心并且令人不安的。他其实有一些偏执在里面。这个故事中，男人没有做出任何具象化的伤害行为，也庆幸他没有过激行为，不然小曼也不会有机会告诉我这件事情。这里要提醒广大少女少男们，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命运邂逅，因为你不知道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。其实现实中也有正面的例子，我曾有一位在游戏里认识的师姐，因为一款武侠游戏与她的情缘结缘，如今2个人已经在现实中结婚了，生活幸福美满，连娃都有了。现实虽然没有滤镜那般美好，但也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特。那么朋友们，你是否还相信命运的安排和偶然的邂逅呢？还是更相信现实的理智？欢迎留言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，谢谢大家哦！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订阅，谢谢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